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回复一下最近收集的一些留言和问题。有的呢是有关买这个出租房、投资房的，有的呢是 401k LA 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首先呢，我想先在这里感谢所有留言的朋友们啊。另外呢，要告诉大家是呢，我们在油管的订阅呢，已经马上就要突破1万了。西瓜和头条的订阅呢，也突破10万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想跟大家征集一些问题啊，就是有关我和小夏的一些问题。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呢，都可以留言、发私信或者发邮件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平时的视频呢，都是以这种知识干货类的为主。这次呢，就是相当于说一个很轻松的 Q&A 啊，大家可以 ask anything， 就当大家是一种平时的聊聊天，只要不是这种过分的涉及个人隐私呢，我们都会整理进行回答。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有网友问啊，这个管理公司会不会帮助驱逐房客？这个呢，其实呢就是 it depends，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要看你和你的管理公司之间的这个协议是什么。有的管理公司呢管理的比较 loosely 啊，就是那种比较宽松，管的不多，他们只负责找房客、收租。那如果有维修或者是房客需要搬走的话呢，会帮你简单的处理一些，做一些非常基础的事务。那有的管理公司呢，可能就可以做到完全的托管，一旦房客不交房租了呢，他们也有专业的律师团队呢进行处理，代替了你去法庭申请驱逐令啊这种麻烦事儿。当然了，这个开销肯定是要算在你的头上的。所以在你找管理公司的时候呢，如果你特别担心这个房客不交房租没有办法轰走的这种情况下呢，就一定要多加的进行对比。大部分的管理公司的收钱模式呢都是月租金的一个比例，比如说8%左右。然后如果是房客不交房租了，管理公司呢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然后一般呢都会给你一些建议。这个具体操作帮到什么程度，就要看你和管理公司的这个服务内容以及你们之间的协议了。另外有网友问说，我爸妈都80岁了，都在国内，然后我本人有绿卡，我想把他们接来，可以申请什么样的福利？可以申请医疗保险的这个福利吗？这个问题呢是在美国养老的那条视频下面啊，我们的视频里面说了，按规定呢，红蓝卡和白卡就是 Medicare 和 Medicaid 这两种呢是只给这种有居留身份的人，常见的呢就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美国绿卡。那在有些的情况下呢，工作签证或者是学生签证呢也是可以申请的。那如果你本人是绿卡，接父母出来的时候呢，是不能直接给他们立刻办绿卡的，只有你成了公民才可以。那么你父母出来呢，想必呢应该就是旅游签证这种了。那一般来说呢，是不能够申请红蓝卡或者是白卡的。但是啊，根据 Obamacare， 也就是奥巴马的这个医改，每一个人呢都享有这个医疗保险的权利和义务。那现在已知的是只有加州可能是给这种没有长期居留身份的人呢提供医疗保险，比如说旅游签证。那这些人呢是可以从一些私人的渠道申请到白卡的。那2016年的时候呢，加州通过了一条法案啊 SB10， 是允许加州未登记的居民，就是 undocumented Californian， 从私人保险的市场中呢是买这种医疗保险，也就等同于境外人士或者是非居民也可以买到居民的保险。因为呢，我们本人呢不在加州，我们在纽约州啊，所以我们也没有办理过。那更多的细节呢，我还是建议你去找一个移民的律师来专业的进行咨询。有网友问啊，说住满5年的这个概念是连续住满呢，还是累积住满呢？这一条问题呢，也是在养老视频的那个下面的问题啊。那这个答案呢，就是要具体看你所在的州的要求，因为咱们的视频里反复的强调过，白卡是州政府负责的福利，所以啊，每个州具体的要求呢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州呢是要求连续5年，有的州呢是要求累居5年，有的州更宽松啊，可能你都不需要住到5年就可以了。所以呢，具体呢就要看你所在的州是什么。这个呢还是要自己去上网查一下，网址呢是 healthcare.gov， 每个州上面呢都有具体的规定。有网友问说，请问 IRA 或者是 Roth IRA 可以买股票吗？因为他之前买的都是基金。回答呢就是可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这个 IRA 账户的原因啊。那 Roth IRA 会更好一点，因为他买股票所得的收益呢是不需要交税的，这个就不像你一般的股票账户，如果卖了股票你赚了钱是要交这种capital gain 的 tax 的。当然，如果你用 IRA 账户去买基金呢，也没有什么毛病。
总而言之呢，就是 IRA 的账户呢是可以买股票或者是基金，它的选择比较灵活。有网友提问啊，说对于自由职业者401k 这个东西能不能存？没有公司的补贴，它就是个存款，对吗？有没有增值的空间？这个问题呢是在401k 那个视频下面问的啊。首先 401k 的基本概念就是它是一个雇主主导的账户，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你根本就没有雇主，那你就根本不可能有401k。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还想享受这种省税的福利的话呢，就要去开一个 IRA 的账户。第二，不管是401k 还是 IRA 啊，它都不是一个存款账户，是一个省税的投资账户。存了之后呢，是可以用来购买基金或者是股票的。每一个账户呢，它都有是自己的具体的需求和具体的要求。这个呢，还是请不太清楚的小伙伴呢去看一下我们之前有关401k 和 IRA 的一系列的视频，里面讲的都非常的清楚。有网友问啊，说你好老麦，如果自住房付清了贷款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出租出去了？有什么特别的需要的手续？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啊。自住房和投资房呢，在贷款上虽然是有利率的这个差别，但是原则上呢，对于你有没有贷款都不影响你出租房子。换句话说呢，就是你如果贷款还有没有还清贷款情况下呢，你依然可以出租。但是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查一下你所在的州的和这个 county 具体呢是不是需要你有这个 rental permit， 也就是出租许可。如果需要的话呢，你就需要在官网上申请缴费。一般呢会有当地的 county 的人呢过来检查一下房屋是否符合出租要求，比如说每个房间都要有火警的警报，或者是呢这个窗户的大小，详细的条款呢都要你自己的上网去查一下。这个在之前的视频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本county 的这个租房要求啊，是有关烟雾报警器、一氧化碳报警器以及门窗的大小。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去看一下。还有一个网友问啊，就是有问题很好奇，买投资房怎么能估算 rental estimate 呢？那对于这个问题呢，如果是远程的话，那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上 Zillow 啊，因为每一个房子下面都有一个 rental estimate， 或者更确切的一种方式呢，就是去 Zillow Rent 上面看一下你要买的这个房子附近有没有正在出租或者是刚刚租出去的房子，因为这个就是它的市场价。那用这个数据呢，和你想买的房子的情况进行一些对比，比如说房子的新旧啊、卧室卫生间的数量啊等等，这样的话你能大概做到一个心里有数。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如果距离不是特别远，比较近的话呢，你可以找一个当地的 property management 的公司，问他们一下，就是大概本地租房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因为他们肯定是这个地头蛇啊，是非常了解当地的租房市场的，他们手里肯定有几套或者是多套房子，问一下呢，就基本能做到心里有数。那有关出租房的视频呢，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期啊，欢迎大家去查看一下。还有一个网友问了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啊，说本来年后想卖掉上海的房子，但是现在看的话，似乎现金越多风险越大，老麦能给点建议吗？那这个问题呢，是留在我之前讲桥水基金报告解析通货膨胀和加息的那条视频下面的。这个问题呢可以拆解为两个部分啊。第一呢，是我对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尤其是上海的房地产市场怎么看。第二呢，就是现金和风险的关系。那么咱先说第一个啊，这个呢就得看您上海的房子的地段，还有呢这个房子的具体的用途了。那如果是原本自己在上海的家想卖掉了，然后彻底搬到美国来还是什么，或者是置换，还有什么样的需求？毕竟呢，国内的房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上海这种一线城市啊，超一线城市啊，就是寸土寸金。那如果房子的地理位置不是太偏，或者如果是我吧，我自己有一套这样的房子，我基本是不会轻易卖掉的。那如果您上海有好几套的房子，想随便卖一套，那就真的是随便您了哈。那至于第二点呢，就是现金并不代表着风险。那学会计、学金融的人呢，有一句话真理就是 cash is the king， 就是说现金握在手里呢就是王啊，就是有这个主动权。但是呢，也要看现金是什么样的用途。如果这个现金没有去买新的房产，或者是股票，或者是基金的话，就是没有任何新的这个投资的安排，单纯放在银行里的话，那就咱不能说它有风险啊，只能说它在贬值。当然了，做任何再投资呢，都是面临一样的风险，所以现金和风险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关系啊。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我的这个意思？
那还有另外的网友问呢，说 VTSX 可以设置成 Auto Investment 的定投吗？因为也有很多网友问过类似的问题啊，就是 ETF 是否能设置为定投，还是说只能基金才能定投？那对于这个问题呢，答案呢是当然可以 ，ETF 和 Mutual Fund 都是可以设为定投的。然后呢，每个月呢定期从你的银行账户中固定的划钱，然后买入就可以了。那具体的操作呢，还是要看你的 broker 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几乎每一个 broker 啊，比如说 eTrade 这样的 broker 都有 Auto Invest 这个选项。那连接好你个人的银行账户，然后选好你要买的这个基金或者是 ETF， 就可以按时按期的开始定投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2月份回复网友的这些问题啊，那欢迎大家呢踊跃的给我们留言，我们会每隔一段时间，争取每1到2个月呢就做一期这样回答网友的视频。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呢，也别忘了给我们来个点赞、留言、分享，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频道，把我们的频道呢分享给更多投资理财、追求财富自由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